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揭秘电影《哪吒2》里面隐藏更深的那些细节啊。其实这几天大家已经对于哪吒电影里面出现大量的细节开始讨论了。你比如那个好白好白的弓啊，而且那个弓好像6个角的楼啊，而且那个特别绿的樱卡，病毒一样的灭魂丹，美刀一样的炼丹炉呢。可是这些都是让你看到的符号，因为还有更多隐藏的细节，它需要等待我们被揭开呀。那么藏起来的细节是什么呢？哪吒他是咱们中国神话体系里最叛逆的角色之一。原来哪吒的设定就是叛逆，他切肉还母，割骨还父，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社会体系里是最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是偏偏又是在我们这个最讲究孝道的国家，竟然诞生了这个叛逆的传说人物。可哪吒他只是讲叛逆吗？并不是，他讲的是面对不公与歧视时候的反抗。叛逆是他的外壳，内里是反对所有的不公平，这才是哪吒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原因呢。但是电影没有沿袭之前的设定，而是对这种叛逆做了升华。哪吒电影第一部开始就设定哪吒生而为魔，从生来开始就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很多观众其实当时都带入了个人的境遇，可是我仿佛就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的个体他的文化被世界的不待见，仿佛孤儿一样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1991年开始，这个国家他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倒下了，这个国家在西方国家眼里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那时候开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在西方社会眼里做什么都是错的，他每一次他努力做的贡献都被世界视而不见，但是他每次犯的一个渺小的错误都会被人放大到极致。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在国外就被人加了一层人为的滤镜。那时候西方有个学者叫做福山，他说西方的制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制度，是全世界的灯塔呀。当年好多人都被他这套理论给吸引过去了。西方国家那时候总是显得那么圣洁，他们总是以正义的名义统治这个世界，而这个国家呢，在他们眼里做什么都是错的，就是他们眼里的魔。西方国家拼命的黑化这个国家，他希望这个国家按照他们的规矩去办事情，然后由他们来决定谁对谁错。电影里哪吒他想考入仙宫，就必须按照玉虚宫的规矩去打，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否则就会被他们认为是错的。想一想当年为了进入那个 WTO， 为了能进去，我们忍痛做了无数的关税谈判，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规则。哪吒传说里的割肉还母，在哪吒第一部里面变成了割肉救母。想一想，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未来，当时面对西方的不合理要求，我们当时就是牺牲了一部分利益。可是看着这个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我心里仿佛把我们这个国家的经历又过了一遍。他的魔来自于哪里呢？他是面对敌人的不屈服，但是对于父母的爱，他是可以牺牲自己。他的魔是对手定义的魔，他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被称为魔童。可是哪吒他只是一开始那个哪吒吗？不，他在成长，他在蜕变，不断的自我成长，不断的完善自己。这个国家他就像这个哪吒一样，曾经一直努力的想活成别人家的孩子，可是这个世界一直努力的伤害着我们，用成见，用套路，用规则伤害我们，抹黑我们，贬低我们。哪吒第一关遇到的土拨鼠头领，如果按照平时的哪吒，一拳就可以把他打趴下了，但是按照他们定的规则就只能挨打。而第二关里被哄骗去面对的申公豹父亲，多么像现实里面他在联合国里被西方国家要求投票攻打自己的盟国。第三关里的石矶娘娘无冤不仇，但是他就被放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无论多么强大，我们都要面对。你以为你全心全意进入好白好白的玉虚宫了，拿到绿色的樱卡了，但是他给你念的升仙咒里却下了穿心咒。一开始人家就包藏祸心，目的就是为了最后束缚你，把你变成他们滋补的仙丹。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可怕的经济制裁与收割呀！真实的玉虚宫告诉你该和平，可是一旦找到机会，直接跳过12金仙联席会议，马上亲自发动战争。而嘴上说和平的12金仙，一看到满盘的仙丹，马上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而被烈火岩浆包围住的陈塘关，无数网友仿佛看到了那个孤岛一样的小国。这一切都像一个巨大的圈套，无论你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满意。最后发现圈套人家早就设计好了，规则就是他们定的。哪吒想要摆脱穿心咒，就要把身体割得支离破碎，这像不像我们这几年的经济制裁？说实话，穿心咒把哪吒割得碎裂的时候，我以为它会消失，但是没想到经过这可怕的3维真火的再次
始灼烧淬炼，反而让他补全了自己的身体。这像不像5年的经济制裁下，我们反而补全了半导体的整个产业链，可以全自主发展各种高科技产业呢？把西方在我们国家身上设计的种种束缚卸掉以后，反而成就了一个科技大国的完全体。看着哪吒的浴火重生，仿佛看到了我们国家一路走来的不断蜕变。所以再看看这个玉虚宫，再看看这无量仙翁，哪吒可以自豪的高喊出来说：你们自诩为造世明灯，干的却是恃强凌弱，祸了人间的勾当，你们才是邪魔外道。等哪吒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就代表他的成长，他不再拘束于他人的规则和看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去战斗了。老一代人仰望的玉虚宫，在新一代年轻人眼里不再高高在上了。年轻人们他们开始平视这个世界，过去的不公平遭遇是要靠自己打破的，不要继续望别人恩赐和施舍，每一次施舍背后都是各种算计。也许电影正在表达，只有反抗才能带领我们走出更好的世界。